欢迎来到 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可乐旅游的营业秘诀，让2000家同业都帮他找客人，还用 AI 来管理。有一些旅行社他不用自己找客人，不用自己管理外包，就能够做到台湾旅游业的龙头。那他是怎么做的？嗨，我是电商 Tony 陈，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这个系列就不讲大道理了只带你看精彩的商业案例跟八卦。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说能不能运用在自己的公司里头。如果能确实的增强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谢我永远记得善待你的员工跟客户就好。那我们开始吧。我们上一集讲了2026的台湾电商会岁月静好吗？那这次我们来讲旅游业怎么用 AI 这次来聊一个公司实际应用 AI 的场景。不是都说AI 不落地？有啊，其实有啊，业界玩的比较疯狂的把这个推到极限已经落地啦，而且都做出实际的成绩啊就让你参考看看能不能用在自己的公司上。来，我们先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80%旅客给出90分好评，年营收突破400亿台币，台湾旅行社龙头到底强在哪那内容是这样，就可乐旅游在疫情前年营收就超过400亿算是这一行里头的 top 了。反正大概都讲出可乐啊、雄狮啊这样而已嘛。然后它跟一般旅行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很早就开始跟全台各地的中小型旅行社合作，让他们帮忙接单。之后由可乐另外找人带旅客出团。这一段会比较无聊，就是补充一些背景知识给你，我讲快一点那简单说就是说，可乐旅游要让自己成为平台，让其他人来帮他做生意就对了。那为了要管理这些合作厂商的品质，他们使用了2种工具。第一个是顾客意见调查表，听起来还好，对不对？那个帮我填个问卷好评5颗星听起来还好。可是他们是真实有去挖掘这个顾客意见调查表的价值而且落地到他们下一趟的行程里。如果说顾客意见评分这个不到60分，系统第一时间会把资讯传给业务员、产品部跟海外分包商。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处理的话，公司将会送出矫正行为单，提醒相关人员。这个提醒是好听就是警告。再来是领队意见调查，就是领队一路上所有的服务都会被打分数，范围超级细，包含服务态度、讲解是否清楚、有没有笑什么的笑容那也就是说，可乐旅游很早之前就实施了一套管理合作厂商的系统。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讲 AI 的部分了。先看我划线的地方，在 AI 的路径选择上，可乐采取的是最低的果实先摘的策略，也就是低难度、高价值的数位改革先做那高难度的以后再说。例如说我们前面提的意见调查表，以前的做法是怎样？很花时间就是工读生一张一张，因为手写的嘛，一张一张看，然后再人工进行标记录入系统。现在不用，现在是 AI 帮忙标记好，而且遇到异常状况的时候进行通报。这边岔出来讲一下AI 标记的好处是什么？就是除了省钱以外 ，AI 标记的品质相对稳定，因为人工标记很容易会带入个人的观点，例如说工读生就看到客人投诉导游挖鼻孔。那工读生看到好好笑然后就给他过去了就没事了。但是对于有洁癖的客人来说，会挖鼻孔的导游怎么样？罪不可赦啊！他怎么可以这样破坏我整趟旅游的美好心情什么的，反正就这样，刁民百百种嘛。那改成 AI 标记以后，AI 是不会同情他的也不会觉得好笑，他只会冷冰冰的，就是打下说决定导游日后接团的资格的分数。也就是说 AI 可以做到绝对的去人性化。另外可乐旅正在发展一个10年的 AI 计划，简单说就是要发展出能够管理 AI agent 的 AI 系统，然后直接去做行程规划跟安排，你就负责执行跟打电话，这样就好。再来你要知道可乐旅游到底在干嘛好，我们来讲说可乐旅游现在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一样我先讲说大家比较公认的版本，就是你看网络上分析大概都是这样讲我分3个部分来讨论。第一个部分，找人来打群架绕天低啦，就是前面讲的可乐旅游跟全台2000多家中小旅行社合作，说法很好听，你接单我出团，大家一起做大做强。但讲明白一点，就是他把找客人行销的成本给他外包出去，让前线的同业用自己的资源去找客人，
然后可乐负责执行出团，这样看起来就是合作但其实中小型旅行社就有一点久了就变成为他人做嫁衣这样。可怕的是当同业的代理做久了以后，他会怎样？他没有带团的能力真的这边解释一下，旅游业是这样，就你最常接触到的就导游跟领队嘛，大部分都是接 case 的，真的他们跟旅行社只是合作关系不是挂在旅行社底下，然后在那边劳健保，在那边劳退提拨，并没有接单的啦跑单的就对了。好，那我们刚才讲说同业接案接久了以后会没有带团的能力，是因为你帮可乐卖行程之后，可乐出行程也是找他自己评分高的他资料库里头评分高的领队跟导游，久了以后你熟识的导游跟领队在你这里接不到案子，他要去别的地方跑掉了变成说你这条线就断掉了。我知道你接下来就会想问说那旅行社你干嘛不自己弄就好这又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人力问题，现在人不好找，非常难找如果你全部都要自己干的话，你要养多少人再来是价钱的问题，你一间小旅行社去拿机票，跟这种大公司直接去包人家的机票，你价钱成本就输人家了，所以变成说你想要斗价钱，你又斗不赢你想要斗服务，不好意思，你根本没有人，最后就变成说好啦，崩杯啦就这样啦反正有抽趴啦而且可以不用处理后续的客服，只是说我的人会被惩罚而已。好，那我们继续第二个部分，就定自己的规则。我们刚才讲了可乐旅游有2套评分机制顾客意见调查表跟领队意见调查顾客意见调查表是针对整趟旅游的满意度，例如说你觉得这饭店怎么样，行程上有没有问题等等的。然后领队意见调查就是针对合作对象的管理，简单说就是这个领队如果被他的团员打低分的话，好，那未来要派单子就不派给他，就这样2套评分机制，这个会很直接影响那个领队的收入这严重影响他们就是已经在跑单了，然后你还不给他客人，那你要他喝西北风。有很多的导游领队现在在跑外送的真的是这样杜小月在跑外送这讲好听叫用数据提升品质，但其实他在做什么？就是把体验数据化。当体验数据化以后，你输入到系统，未来你才能够透过数据的判读来决定怎么优化这些流程，甚至去砍掉那些不适任的人反正只要导游出现了，团员都是众口一致的低分，然后感觉就是客诉会一堆，那你下次你还不要派单给这个导游？但不要嘛，就是这样嘛。反之有一个导游很夯啦大家都指定要跟他的团因为那个会介绍嘛。假设我们这次去看极光看完了以后，我们说哇，这个导游真是太棒了，又年轻又漂亮，身材又好，态度又好，笑容可掬。下次我兄弟他要去了，我当然是推荐找这个导游都是这样的。然后他的单子就会越来越多，直到满，这样让系统决定，而不是让你的员工每次都找他熟的就好。好，那第3个部分，雪球越滚越大。旅行社最怕的事情就是团开得越多，问题也越多。可乐旅游花15年整合 IT 系统，目的是把人治变成法治，演算法统治这蛮破釜沉舟的15年前呢，谁搞 AI 谁搞 IT 有些旅行社说安内留赫旅行社就是一个相当人治的一个地方，相当他会花大钱去引入 IT 整合系统，真是很厉害。而且他的资料会开给同业，你知道吗？我不是说导游好不好，而是说他的那些机位、机票这东西会开给同业。不然同业各自为政他是弄一个平台，所以他在扩大他同业中的影响力也是这样。那每一个消费者的回复的期限每一笔客数都能被稽核、被追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累积几百万笔顾客资料他就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知道哪家外包商很容易出包，跟也不是供应商的问题就哪个旅游景点路线很容易有问题，很容易有状况。很漂亮的教堂，漂亮是漂亮，爱开不开的。然后一个很知名的酒庄爱开不开的就很麻烦。然后单程驱车过去可能要3-4个小时就很影响嘛久了就知道这边有问题然后他也能分辨出来说哪些客群会一直回购，这些客群看资料乍看不出来，然后你去爬这个平均2-3年就出国一次，一查一下职业军公教行吧，那个应该是老师吧，有放暑假，因为他都在7-8月的时候出国，那不错我们的广告行销就多给他就是这样那这些资料此时就不是成本它就是做决策的数据了。那数据的累积越来越多，这算法也会越来越准，然后团就可以越开越多，
可是啊，它的风险是越来越低的，而且它利润是越来越高的哦。利润怎么高？我在八卦的时候讲给你听，这就不是单纯的成本优化，而是筑起一条数据的护城河。你想要追赶的人没有不行哦，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数据护城？你说没有，没关系，我凭着我满腔的热血和服务精神与态度。我知道我的团员都喜欢帅哥美女，我自己都去健身，我有8块腹肌，我在游览车上讲的时候都把我腹肌露出来，之类有没的，可以啊，你人不够啊，你顶多就1、2团、2、3团、3、4团满啊，在旺季的时候你就满了啊，你怎么去消化更多的下一步，可乐旅游的黑暗想法接下来就来讲说我思考的部分。我就不讲脑补了，讲思考就感觉那层次比较高一点。我思考的部分我们在业界久了嘛，能不能看东看西，能不能想一下，大概都能看出一点东西，然后分享给你。就是可乐旅游他把这套系统干完之后，他其实想干的是什么？你看他建立了一整套分数评分系统，他表面上是用数据来提升品质，然后让大家越来越好。你仔细想一下，这套系统发动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可以用分数倒逼合作厂商，你要管理自己。你不只要管理自己，你要管理到符合林北的标准，这样子我才给你单，是这样呢。我们带入一下角色如果你是一家日本的巴士公司你知道你的分数会被同路线的竞业比较，那你也知道你的分数最近好像掉得蛮严重，因为客数就变多了，可能会失去未来的订单啊，旺季又要来了，你要怎么办？开始卷啊，开始怎么办？就把资源投入能得高分的事情。那以前那个车子我也不管了，现在就是叫司机说没有，你要擦，你要整理，你要放香薰。你老师这个过去10件有4件他说车子很脏，就开始卷，就卷起来了。然后那司机说好啦，然后就开始弄，就这样。这套分数会被拿来管理全球的合作厂商，不同国家的分包商在排名制度底下就相互竞争，谁分数低谁就拿比较少的订单最后就会倒逼合作厂商用分数你去管理好你自己的员工。可乐旅游说我们这一季分数降了5分，来你那个谁过来一下，你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啊，不然旺季又要到了啦。那个极光不是天天都有啦，那个旺季又要到了，你紧去啊，我们赶快看一看啊，不然怎么办？那最好的资源先留给可乐旅游，为什么？因为可乐旅游很不讲情面啊。你其他的你跟人家合作啊，拍谁啦，讲一下凹一下，事情就过去了。可乐旅游没有都用分数来管理了，就会怕掉分数，偏偏他给的单子又够多，就会变成这样。第二件事情，转嫁品管的成本以前可乐旅游要确保品质还要怎样？自己派人抽查嘞，什么神秘客制度现在数量减少很多，还是有数量减少很多，尤其是一些新的路线。神秘客制度还是有，要确保那个品质。为什么？因为合作厂商现在为了维持高分会自己训练员工自己收集资料，自己改善流程，跟提高服务品质。可乐旅游坐在那里看数字就好也就是说，他把管理合作厂商的成本转嫁给合作厂商自己第三件事情，稀释对方品牌价值是真的现在跟可乐合作的中小旅行社，当他们卖可乐的产品比卖自己的产品还多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他们的品牌被稀释。客人只会记得说我去可乐啦，不是记得说我去一个叫 Tony 旅行社买它。Tony 旅行社哪家？那个夫妻店那个就老板跟老板娘，然后那边弄，去找可乐吧就是这样。这不是合作呢这就是把同业慢慢改造成自己的配销通路。同业只有配合，他客人才会多就变成这样。AI 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你还记得一开始说的可乐大脑吗？就那个 AI 计划，10年 AI 计划。当 AI 可以自动分析意见回馈，自动判断哪个供应商出问题，或是快要出包，那分数这近3个月抓出来都是往下走的它就可以去做提前的干预自动决定谁拿到下一季的订单。那就整个系统变成从人在管变成规则在管。那规则是谁定的？可乐旅游最终的终局就是合作厂商不是配合可乐的人而已的管理等于是在配合可乐旅游里头的那套演算法。抱怨也没用，因为这是系统判断的。你以为你是可乐旅游的合作伙伴其实可乐旅游就是看你的分数，你不行就换人你不行就换人，你不行就换人，都是用这样子换的。那你没有概念的话，可以参考现在的 Uber， 谁送哪一张单，谁决定的？系统啊，系统决定这张订单外送费多少钱？谁决定的？系统啊。外送员最后能领到多少？谁决定的？还是系统啊。就是这样人在这段流程里头的介入趋近于零。这也是为什么 AI 计划看起来是效率工具，但本质上就是科技啦开始落地啦，去应用啦，而且它是用科技直接去做管理这件事情
无论你是日本的巴士公司、泰国的饭店，或是台湾的中小型旅行社，你最后都不是在配合哦，反正你就跟着他规则走就对了，他就变成规则制定者，凭什么？凭他有客人哦，你只要符合的话，他说好吧，让你试试看哦，那你在当地经营的一个小饭店哦、小旅馆就可以住满嘞哦，住满好几天嘞。那你看哇，大客户好吧，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咯哦，就是这样。像你要供餐给5星级餐厅，你是不是你原料要进去，他们会层层审核啊？就是大概这样。你也知道说，哎，我一旦打进去以后，我以后的客人我就不愁，我订单量我就不愁了，都是这样。最后你要知道，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哦？好，那我们最后就来说，看完这支影片，你可以得到的几个想法。不要说你这样看完什么都不记得，我来帮你做个小结论。第一个是数据拿来用，数据不是拿来看。很多公司有一种病，就是收集数据，收集数据，而且尤其是前几年，2018、19吧，很流行一个词叫 big data， 对不对？大数据，老板开口闭口大数据哦。我去拜访客户也这样，不知道哪里看来的大数据。我们台湾数据哪里够大？根本不够大。你做 data mining， 你弄出来的也是很皮毛的东西啦。你看大数据现在没人在讲了，所以数据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收集的，就很像军队里头。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林老师，那垃圾桶是用来干嘛的？就是这样啊，上面要检查。现在一堆中小企业说AI 收集数据你先收集再说，之后要怎样不知道，再研究。可乐的做法就是数据可以变成对合作厂的控制力，分数低我就不给你单分数高我就给你单我还叫你扩产多给你单，因为客人都指定在这里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自己的行业里，你自己的上下游供应链里做出这种评分机制？你不一定很复杂但是你要让合作对象知道说这个人不能糊弄，这个人不能糊弄，会很麻烦。我们最好是配合他这样。好，来第二个是把竞争对手变成你的业务员可乐旅游最聪明的一步，不是自己去招更多的业务，而是2000多家同业同时都在帮他找呢。他对同业说：“我们一起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然后听起来是合作，就获客成本是丢给别人去弄，我自己把后面的产线弄好。旅游业的产线就是团要带得漂亮就是这样。有没有谁你是可以去做他的合作后端让他去帮你卖你的东西？为什么？行销成本在他那，你把东西执行的漂亮，人家之后也敢继续跟你合作这也是一个思考的地方。第三个是说，从最烦的事情开始用 AI 来处理。可是旅游一开始没有在搞什么大系统了，他的东西很简单，就工读生在看的意见调查表，让 AI 去读数字、手写字，然后标记分辨不出来再让人来看就是这样。这件事情省掉几个人力，然后再慢慢往下走，慢慢往下走。你不用这样子啦，什么一次就完美到那么 AGI 的程度。你只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好，就是说你公司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靠人工在做，又重复又很无聊？我先说有对账，你跟好几个供应商合作那他们都有各自配合银行，这家配合土银我也不知道土银给他什么好处，他每次都要用土银然后这种事情看能不能让 AI 介入，去让它变得好用一点。最后一个要让服务的品质能够数据化旅游业很不好做的原因就是每一团甚至每一个人都是个案，很个案就一家出去旅游，然后老先生这辈子没有去过国外就是以前听军中长官讲说这个地方怎样他就死之前一定要来看一次。他80几岁坐轮椅，你要怎么服务他？服务他有钱赚你要怎么服务他？把他服务的漂亮，很多问题啦那一家3口带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结果其实她是情绪障碍她会突然暴走，她会干嘛什么的，旅游都是个案很难处理，很难标准化。可乐旅游尽量去优化，就是他把每一个个案都变成一个分数，甚至会去开发特殊人士的管理的 SOP， 就是这样。你有流程出来，你才能有规模化的，反正有流程才能规模了。你不管做什么行业你想要把生意做大，就一定要直面这个问题。你服务品质好不好不是人家说好就好，能不能被量化，就这样。如果你现在还是说靠感觉在处理，你就是下一个可能会被演算法淘汰的人。我跟你一起努力至少我们都让自己成为一个 AI 要淘汰我也是最后一批，你知道这样子我的好日子应该就还算很长。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今天比较难就是讲说我终于看到一个 AI 的落地应用，而且很贴近生活。也欢迎你底下留言说你认为自己现在的公司能导入怎样的 AI 流程，你的留言我是都会看。然后我这个频道有开通 YouTube 频道会员的功能，请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跟时间来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更深入，
把商业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处或是坑呢，仔细拆解给你看。那个是坑，我们就把它避开；那如果是成功之道，我们就取经，就这样。电商通理层帮你做功课系列，值得你加入频道会员我能协助你将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让跟随你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祝你生意兴隆。讲八卦讲八卦，可乐旅游的八卦，这个就很不方便编在今天的 AI 为主体的稿子里所以我放在讲八卦，你让边角料听听首先讲一个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旅行社要开发一个东西，叫做也已经有人在做了，可是没做出规模，你知道，就是把外国人带进台湾玩的行程，不是自由行把外国人带进台湾玩的行程，外国人带进台湾，我的思考是这样，你看我们台湾人每年都去日本花多少钱啊？花多少钱啊？那个都在促进日本国内经济。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也需要。我们台湾也不差，哪里差了我们也把外国客人带进台湾，让他们在台湾花钱啊，促进经济啊，这样不好吗？这样很好啊。像是我举个例子，高雄活动一大堆啦，演唱会一大堆，一活动下去整个城市都在点灯真的很夸张 ，BLACKPINK 嘛，然后 TWICE 通通都是这样，很夸张啊。你说这个对演唱会歌迷有没有吸引力？有绝对的吸引力。可是高雄在哪里？怎么去？搞来搞去，要先到台北然后再看什么高铁过来，麻烦啊，超级麻烦。看有没有包团的你直接在日本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哪边直接吸收当地的旅客，然后把他们圈起来像贩卖黑奴一样，然后来台湾逼他们给我花钱来刺激我们台湾国内的经济高雄演唱会之都，真的吗？高雄演唱会之都赚多少外国旅客的钱？真的吗？这边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市场而且高雄市运你看那个几乎免租金了，所以为什么大咖都要来？Sharon 都要来，红发艾德开玩笑 ，Coldplay 也来我要去听哇靠！现场那么多外国人我还真的有去问你们怎么来？自己来靠腰？你不带个演唱会团还是怎么样你就打包嘛，让他不用烦他一个人那个跟我说哪边英国，他自己英国要来到台湾，以前也没来过，他多辗转，他做多少功课，你就把他包起来赚他的钱啊。然后他们来台湾毛起来花钱，吃喝玩乐全部都要钱，是这样啊而不是说现在一直毛起来把台湾人有钱旅游的台湾人，你看食衣住行娱乐，乐是最后一个嘛，好把有钱的人然后都送到国外，让他们去国外花钱，这固然很好只是说这边的生意也要发展起来会理想很多，我是更支持这个方向的然后再来是可乐旅游，可乐旅游这个名字是美丽的意外。想说不就超可口可乐不是，他们最早开始叫什么康福旅行社，听起来是我爸我妈才会去看的东西早年推广的时候觉得说康福很老气啦然后后来就可乐了就可乐在消费者的心中它也代表了什么？快乐肥宅快乐水快乐便宜到处都有大众化，就很符合他们想做的平价大众团嘛。然后品牌名字比公司名字还红，最后大家都只记得可乐旅游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为什么是 AI 标记你在这边不用太认真，反正这边全部都是边角料，有听到就听到，没听到不会怎样。好了，为什么是 AI 来标记？因为客人的情绪是很难捉摸的东西，以前是靠工读生那边看意见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标准不一有的工读生刚失恋，你看谁都不爽有的工读生月经来，然后就觉得不行，那很焦躁，我不管啦就给他评下去。有的工读生就心情好看到客人骂导游，还觉得是那个客人太难搞，算了，要保护这个导游但是 AI 的厉害之处在于说，它是语义分析来过滤，它不是只是读你打勾哪个人，它读你手写的东西里面有没有情绪来捕捉客人的愤怒值应该是有这个东西，理当是有这个东西，不然他们的数据做了那么多就没有意义了。这个愤怒值抓住那种反正会毁掉商誉的极端的案例，然后就把它 kick out 就这样。然后再来是 AI 怎么帮可乐旅游赚更多的钱？你现在听起来好像是这整套 AI 都在想方设法去维持服务品质，很像是工厂的产线的优化，对不对？没有提高利润怎么做？就是说人都会被我说团员都会被配标签还有导游也会被配例如说导游会被配说擅长带老人，然后另外一位导游说购物转单率高，对不对？然后团员也会被配，就说教师家庭年年旅游，我靠，这个有什么广告先给大家看对不对？他已经去过就不带他，这东西都你形象就会准
然后再来是说什么花钱不眨眼，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团员，一定也有啊。他就是不想麻烦，他来跟团的，什么身上都是名牌这有钱这以后都给他看那个高价旅行团就这样。反正就是 AI 可以怎么样？可以根据属性去搭配导游呢？搭配呢，就是说我把有钱的老人这一团出现的比较多是有钱人，那我就配一个购物转单率高的，你知道，购物转单率的导游，这样就多赚就是这样。然后很会顾小孩的导游就是配合家庭团比较多的，为什么？这满意度会提升很多啊！你不要有5大3粗的汉子像我们这种的，然后去配顾小孩团。我是导游，我只会觉得小孩好吵而已，然后我就被客诉了。我看那不是很冤吗？提高利润。然后再来是 AI 转型转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人太难找，人太难找。这个人太难找是疫情的时候，我靠，疫情全球旅游暂停，然后雄狮也说快倒快倒，豪言壮语啊，如果要倒下，雄狮也是最后一家就这样。现在是挺过来了嘛？疫情的时候多恐怖啊，根本都不能飞那观光景点所以资深员工，你们员工算资深员工跑掉一大半，你现在回流都是新人，怎么办？新人就很容易会去遇到，其实这些坑老员工以前都被骂过，都没有传承。那你有 AI 系统的话，你就有传承的，你知道，一定是这样。可乐发现我在靠人来传承经验，公司再来一趟疫情，因为疫情这种事情，谁知道不会来第二次？再来一趟疫情，公司就会倒了，所以就变成资料库就变成演算法，让 AI 告诉新人你要怎么订饭店，就排景点。甚至我直接帮你排去带就好了，因为这个景点我这个行程的满意度客数最低，满意最高，你就是照跑就好了就是这样，你也不用用那么高级的人，你知道然后再来讲一个，就是可乐也有个资外泄过，蛮有名的，你可以查一下2017年个资大外泄今天讲 AI 为主体，我就不把它写进正片的文章里。好，那可乐旅游史上最大治安的危机就是这个当时骇客骇进去，然后偷几万笔资料。就个资外泄不过2017的时候还好2017的时候我们大家对个资没有什么，2017的时候固然也有诈骗，但是不像现在这样子到处横行所以就船过水无痕你现在去找可乐，你也不会说他们以前有个资外泄，不会吧？就不会吧。好，那通过这一次以后会怎么样？可乐旅游现在的治安一定是花大价钱去维护去处理的当时是怎样？当时有超过40位受害者被骗，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都有，就是这样。可乐第一时间有发简讯提醒，但是他商誉怎么样？明明白白的受损了受损了。所以说就没有，这就讲个八卦而已。然后还有一个蛮屌的就说这是客数的问题，就是说在2025年很近的228连假期间的事情有一位带北海道66000团费的导游就被团员爆料，整趟旅程他都在打他的手游都在打手游。导游没有介绍景点，连原本景点里面有的水之教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我是没有了，听说很漂亮。水之教堂，他为了要打电动不想烦，他居然直接骗客人说那个没开，今天没开，我靠，然后继续打电动。然后客人自己打电话问饭店，教堂有开啊，我靠，怎么那么赶？你都做导游这个工作，你怎么那么赶？刚失恋嘛，刚怎么样吧，对不对？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吧，不然怎么会这样子去对待工作？用数据管理导游就说明了什么？就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位导游为什么可以带66000的团？就是他评分不错，实战中却摆烂，这样子的客数你要怎么处理？所以 AI 不是通用的解法，不是完美的解法，还是要顾一下。不然你评分好导游，你才带得了这种团就是比较高价的团费不然去日本不是大家都自由行你带个团，然后还中高价位，一人66000，打手游什么嘞？这什么东西？这就是 AI 管不到的地方。不过你放心，这一定会被录入资料库里头。这个导游之后很难再接到中高价团，逼他整改，或是直接以后我就不跟你配合，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八卦。可乐旅游的时间管理大师时间管理大师很好笑这个是一个可乐旅游台中分公司担任多年的领队，被踢爆利用工作之便，同时劈腿6个女生，哇靠，真厉害呀！这是开班授徒了啦，真的好厉害。这还包含什么？包含他的团员，哇，同时6个女生哇，真厉害。这当然是个人私生活问题可是他被爆出来，你看。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就说是可乐旅游台中分公司。你看，哎呀，这个火还是烧回自己可乐旅游身上。你说可乐旅游冤不冤？可乐旅游真的是说算了，
我就用工读生算了，只要我的 AI 够强，改天够强，它就是都有 SOP， 什么景点讲什么话啊，几点几分到哪里去，什么事情都有 SOP， 不是一本书，他就直接给他一个平板，什么东西都在里面查，照念啊就好了，最能确保服务品质，这样最好了，对不对？旅游业就是这样，都是人的问题要去处理啊，莫名其妙的事情都会发生。你说个人私德劈腿6个女生同时哦，然后还自己吃自己的团员，这种事情，关可乐旅游什么事？新闻就这样写啊，可乐旅游台中分公司都不知道是加分还是扣分。原来没有女朋友了哈，那就考虑我们大家都转职去可乐旅游台中好了，怎么机会那么多？还有就是末位淘汰制哦，导游跟领队的末位淘汰制。反正就是你分数低就会被通报，你要提出自己的整改计划，如果没有的话也行齁。你有没给嘛？你就说这样我被冒犯了，什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好，可以，那你接下来就没有客人，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倒逼供应商成长。我查到是写60分啊，然后导致什么？导致很多导游或领队他为了要不掉分，要确保他未来的生意，他会私底下拜托客人去帮忙打满分，就会怎样？就会跟你装熟，这个网络上也很多，跟你装熟。怎么就是说好像哥们一样，既然是哥们，你就不方便帮他打分数嘛，打低分嘛，就这样，还会送小礼物就是这样，开始出现贿赂的情况。请问有贿赂情况出现，这个数据还是真实的吗？就不是，对不对？所以可乐旅游现在想要用 AI 语义分析来搞客人真实情绪，就是这样。你看到一个评分表来针对导游领队全部都是满分，全部都5颗星然后评语那边简短4个字，完美无瑕，这你信？这你信？对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可乐旅游，谁说 AI 没办法落地到实际的工作中？有啊，有啊，人家落地到实际的管理当中了，而且规模那么大，年400亿的生意。我说疫情前啊，对啊，所以 AI 还是不能轻视。我就继续帮你研究看看还有什么用 AI 降本增效的案例，再来拍影片给你看。就这样咯。